从灵魂摆渡10年的奇迹空降，到顶流绯闻背后的资本迷局，内娱的温情与冷酷，最近的内娱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一边是情怀拉满，让老粉热泪盈眶的奇迹，另一边则是捕风捉影，充满资本博弈的闹剧。咱们今天不妨泡杯茶，坐下来好好聊聊这两件看似毫不相干，实则都深刻折射出当下娱乐圈生态的大事儿——灵魂摆渡10年，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情怀救赎。最近，灵魂摆渡10年毫无预兆的空降播出，而且是以一种极其粗暴又极其宠粉的方式，快速直通大结局，整整24集在5天内全部放出。说实话，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笔者心里是咯噔了一下的。在如今这个动辄注水、拖沓的长剧时代，这种短平快的排播方式简直是一股清流。更让人惊讶的是，在没有当下所谓流量艺人加持的情况下，这部剧的热度依然妥妥地居高不下，甚至刷新了平台中短剧的记录。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老粉们依然在，说明真正的好内容是有长尾效应的。现在的影视剧市场，太多项目把预算花在了请天价片酬的流量明星和铺天盖地的营销上，反而忽略了剧本和制作本身。灵魂摆渡系列能走到今天，靠的从来不是热搜买榜，而是当年那种直击人心的中式恐怖与人性温暖的完美结合。老粉的捧场是对这份初心的最高致敬。星号这次因为是临时提档，整部剧的宣传期仅仅只有1天。1天是什么概念？可能就是发个微博、做个海报的时间。剧的热度几乎完全是依靠剧粉们自发的在各个社交平台安利、扩散来维持的。这就导致了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很多平时不怎么刷微博、没注意到消息的路人观众，等他们反应过来去搜的时候，发现剧已经播完了。这种错过即永恒的遗憾，反而给这部剧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种1天宣发的操作，表面上看是无奈之举，但换个角度想，它反而过滤掉了那些凑热闹的乐子人，留下来的都是真正懂这部剧、爱这个 IP 的核心受众。这种纯粹的交流氛围，在如今乌烟瘴气的粉圈里显得尤为珍贵。主演于毅在最近的直播中红着眼眶提到了一句大实话：能播真的很不容易。这句话懂行的人一听就明白其中的分量。咱们都知道，带有灵异、supernatural 超自然色彩的题材，在国内过审的难度简直是地狱级的。这部剧从立项到上线，中间经历了多少次的修改、删减、补拍，甚至是剧本的推翻重来，只有主创团队自己心里最清楚。经过改了又改的千锤百炼，他才能最终以现在的面貌和大家见面。很多网友看完后表示，虽然剧情上可能因为删改留下了一些遗憾，逻辑上偶尔有些跳跃，但能播出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看完之后心里是足够满足的。于毅的那句不容易，道出了多少影视创作者的辛酸。在带着镣铐跳舞的环境下，主创们没有选择摆烂，而是尽最大努力保全了故事的完整性。这种对作品的敬畏之心，比那些拿着高片酬却连台词都背不下来的明星要强上百倍。遗憾是艺术的一部分，能播出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其实这部剧的诞生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悲壮历史，它算是真正把剧粉放在心尖上的项目了。时隔多年，主创团队依然没有忘记给大家一个交代。大家可能不知道，多年前《灵魂摆渡》第4季其实已经在筹备拍摄了，相关的场景都已经搭建完毕，演员们的定妆照也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但可惜，因为当时题材被严卡，项目被迫叫停，只能无奈提前杀青。如果换成其他唯利是图的剧方，遇到这种政策风险，早就卷铺盖走人，或者把资金挪去拍甜宠剧圈钱了。但他们没有，他们把这个遗憾记在心里，直到今天，用10年来圆这个梦。在这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还能有团队愿意为了一个多年前的承诺去死磕，去承担巨大的审查风险，这种笨拙的坚持真的让人肃然起敬。这不仅仅是一部剧，更是主创团队与观众之间的一场双向奔赴。当然，咱们也得客观地说，网上也有一些吐槽的声音。有人觉得这部剧没有过去几季那么好看了，感觉自己是硬着头皮看完的。也有人觉得岁月不饶人，主演们的状态和过去那种灵气相比，确实有了不一样的感觉。这很正常，10年过去了，演员在变老，观众的审美在提高，当年的神作如今要超越自己，本就是难如登天。但即便如此，这份记得就已经足够动人，情怀是一把双刃剑，它能把人聚拢，也会拔高期待。我们不能再以10年前的标准去苛求现在的作品，而是要带着包容的心态，去欣赏他们在现有条件下所能做到的最好。
毕竟能再次看到冬青、沥青和亚坐在444号便利店里，本身就是一种奢侈的幸福。顶流绯闻迷局是特殊服务的塌房，还是资本转移视线的烟雾弹？聊完了温情脉脉的影视圈，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光怪陆离的流量圈。最近某知名狗仔的一则爆料，可谓是把内娱的谁搅得浑不堪言。爆料称，某位顶流男星在出道之前，曾经做过不可言说的特殊服务。更劲爆的是，狗仔还抛出了一个极具指向性的线索，这位男星是其所在上市公司几乎唯一的收入来源。看到这种爆料，笔者第一反应是又来这套。内娱的狗仔爆料向来是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或者用极其模糊的词汇，比如某顶流、某 L 姓男星来吸引眼球。这种不可言说的指控性质极其恶劣，如果没有实锤，对艺人的名誉是毁灭性的打击。刚开始听这个爆料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摸不着头脑，内娱叫得上名字的顶流不少。但是当狗仔把上市公司和唯一收入来源这两个关键词抛出来之后，舆论的矛头瞬间就清晰了。在目前的内娱版图中，符合所在公司是上市公司，且几乎靠这一位艺人撑起大半营收这两个苛刻条件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几乎是在指名道姓的指向王一博及其背后的乐华娱乐。这种猜谜式的爆料其实是非常狡猾的公关手段，它既规避了直接点名带来的法律风险、名誉权纠纷，又能精准地引导舆论走向特定的目标。吃瓜群众在猜测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这位顶流的热度贡献，这正是爆料者想要的流量密码。然而，咱们冷静下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关于这个所谓塌房的爆料，目前可以说是证据严重不足。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照片、视频或者聊天记录等实锤，仅凭几句捕风捉影的描述，就被硬生生的闹上了热搜。在如今这个信息透明的时代，如果真的有这么严重的劣迹，早就被对家或者内部人士锤得死死的了。因此，大概率可以判断，这又是一次典型的转移视线操作内娱的公关战，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多方势力的博弈。当一个更大的雷，比如某档国民级综艺跑男那边可能出现了需要掩盖的负面新闻或争议，即将引爆时，抛出一个顶流的黑料作为烟雾弹，是娱乐圈屡试不爽的常规操作。吃瓜群众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资本博弈的棋子。说到王一博，他身上这些年伴随的争议和绯闻，想必经常吃瓜的网友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从早年的各种恋情传闻，到后来甚至离谱到传出有孩子的谣言，这些声音从未真正断绝过。但为什么他依然稳坐顶流宝座？这就不得不提到他与乐华娱乐的续约问题。在偶像工业体系里，艺人某种程度上是公司的资产，只要资产的核心价值、流量、商业代言、粉丝购买力没有受损，公司是不会轻易放弃的。那些看似可怕的绯闻，如果没有触及法律底线，如偷税漏税、嫖娼等，在公司眼里可能只是可以被公关掉的噪音，甚至是维持热度的黑红手段。如果王一博当初没有选择和乐华续约，或者双方闹翻，公司完全有动机，也有能力让他身上的这些恋情、孩子等绯闻持续发酵，直到彻底摧毁他的商业价值。但现实是，他选择了续约，这就意味着双方达成了新的利益平衡。王一博之前确实抠脚无戏可拍，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这在顶流的生命周期中，也是一种必要的沉淀和观望。续约之后，公司必然会重新规划他的职业路径，安排他进组拍戏，用新的作品来巩固他的地位。娱乐圈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续约说明王一博依然具备极高的商业变现能力，乐华也需要这棵摇钱树来稳住上市公司的财报。那些绯闻在绝对的利益面前都会让路。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王一博背后的资本版图远不止乐华这一家。众所周知，他背后的深度绑定资本是阿里蚂蚁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资源基本盘是非常稳固的。即便他抠脚休息了很久，只要他回归，阿里投资的重点电影项目 S 加级的剧集资源依然会为他敞开大门。资本是极其理性的，他们看重的是艺人能带来的回报率。只要王一博的粉丝基本盘还在，他的商业号召力还在，资本就会不遗余力地保护他，推他向前。这就是内娱最冷酷也最真实的底层逻辑，资本保驾护航。一个艺人的起落，往往不仅仅取决于他的业务能力或道德瑕疵，更取决于他背后资本链条的稳固程度。所谓的塌房，很多时候只是没有资本愿意保你罢了。而对于有强大资本背书的顶流来说，只要不触碰真正的红线，任何绯闻都只是漫长职业生涯中的小插曲。
星号结语，在喧嚣中保持清醒，把灵魂摆渡。10年和王一博的绯闻放在一起看，其实挺有戏剧张力的。前者是一群影视从业者，在严苛的环境下，为了一个10年前的承诺，为了观众的期待，拼尽全力，改了又改，只为呈现一份虽然不完美但足够真诚的作品。这里面有对艺术的敬畏，有对观众的温情，而后者则是流量时代资本运作的缩影。捕风捉影的爆料，转移视线的公关，上市公司财报的压力，以及庞大资本帝国的保驾护航。在这里，真相往往被淹没在流量的狂欢中，艺人成了资本棋盘上的棋子，而大众则成了被收割注意力的韭菜。作为普通的观众和吃瓜群众，咱们在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娱乐新闻时，真的需要保持一份清醒。对于像灵魂摆渡这样用心做内容的团队，咱们不吝啬掌声和支持，因为这是内娱还能变好的希望。而对于那些毫无根据的顶流黑料和资本博弈，咱们不妨让子弹飞一会儿，不盲从，不网暴，守住自己的判断力。毕竟，潮水退去之后，真正能留下来的，永远只有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作品，而不是热搜上那些转瞬即逝的八卦泡沫。